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手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聊一個目前科技圈最火熱，但也充滿最多迷思的終極議題——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AGI。其實，在整個矽谷的黃熱論述中， AGI 已經被塑造成人類歷史上的最後一項發明。他們的話術是這樣的，仿佛只要我們打造出智力超越人類的機器，世界上所有的難題都會自中迎刃而解。但是，我們真的要問一個問題，這究竟是人類演化的終極形態，還是一場被巨大資本過度包裝的科技泡沫呢？今天這場深度解析，我們不談那些虛無縹緲的科幻情節，我們會把那些華麗的行銷話術全部拆解開來，透過真實的商業運作邏輯，以及醫療前線最殘酷的數據，帶大家一起看清 AGI 真正的面貌。今天這場深度拆解，我們會依照5個核心邏輯來一步步推進。第一，我們會探討演化的轉折點；第二，為大家揭開 AI 金融泡沫的真相；第三，我們進入醫療界的殘酷現實來做個檢驗；第四，帶你認識真正的 AI 革命到底在哪裡；最後第5點，我們會拉高視角，探討人類發展的最終極視野。這份邏輯藍圖非常清晰，準備好了嗎？我們直接切入核心。重點來了，第一部分我們要談的是演化的轉折點。要真正理解現在的 AI 狂潮，我們必須先建構一個宏觀的歷史框架。為什麼說要建構宏觀框架呢？因為我們不能只看最近幾個月的科技新聞，我們得把時間軸拉長到人類演化的層次。提到演化，大家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肯定是達爾文，對吧？在達爾文的1859年理論中，演化是一個極度緩慢漸進的線性過程。但是，到了1970年代，古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提出了一個完全顛覆的生物學概念，叫做間斷平衡。他主張物種的演化其實並不是一條平緩的直線，實際上，在漫長的平穩期之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突然出現一個巨大的歷史拐點，瞬間打破平衡，徹底改變前進的方向。大家回想一下人類歷史，火的發現、電力的普及、電腦的發明，全部都是這種瞬間打破平衡的巨大轉折。而我們現在在2020年代所經歷的人工智慧大爆發，正是一次完美的間斷平衡。AI 不僅僅是一項好用的新技術而已，它其實是另一個強烈改變我們人類發展軌跡的歷史拐點啊！既然 AI 是一個歷史拐點，那為什麼現在硅谷的大佬們都在瘋狂討論奇異點或者是 AGI 呢？所謂的奇異點，在理論上是指機器的智力徹底超越人類的那一個瞬間。但是，如果你仔細去回顧過去30年的科技發展史，你會發現一個超級有趣的現象：這個球門其實是一直被往後搬的。在1995年，那些科技圈的大頭們告訴我們，奇異點即將到來。時間快轉到現在，他們又改口說，2025年奇異點真的要來了 ，AGI 明年絕對會實現。這個目標達成的底線總是不斷的被推延。說穿了 ，AGI 至今依然是一個定義極度模糊的詞彙。這些科技狂熱分子非常需要維持這樣一個即將改變世界的偉大敘事，因為只有不斷地創造這種焦慮感與期待感，他們才能夠說服整個世界繼續把海量的資源、資金跟關注力投注在他們身上。接下來進入第2部分 ，AI 金融泡沫。我們要把視角從科技造夢轉向冷酷無情的金錢遊戲。了解了科技圈的行銷邏輯之後，我們必須來拆解目前 AI 產業中一個被稱為循環經濟的危險資金結構。這個結構聽起來有點複雜，但我幫大家梳理一下，它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3部曲。第一步，晶片巨頭輝達承諾將龐大的資本投入給像 OpenAI 這樣的頂尖 AI 開發公司。第二步 ，OpenAI 拿到了這筆巨款，轉手就將資金投資給提供雲端基礎設施的甲骨文公司，用來擴充他們極度渴望的運算能力。接着，最戲劇性的第3步來了，甲骨文拿到了這筆錢，最終又把錢拿去向輝達購買海量的 AI 晶片。大家聽出這個邏輯的端倪了嗎？資金從 A 流到 B，B 流到 C， 最後 C 又把錢還給了 A。這完全是一個封閉的資金回圈，企業之間透過左手換右手的方式，不斷相互拉抬彼此的營收與估值。在歷史上每一次的科技泡沫中，這種高度依賴內部互斥的金融遊戲，我們其實都曾經見過。大家可能會好奇，這個資金回圈的規模到底有多大？答案是1000億美金。
足足有1000億美金的龐大資本被實時的鎖在這個脆弱的循環體系之中。你想想看，當整個產業的營收高度依賴於彼此之間的相互投資與硬體採購，而不是來自於終端市場，也就是一般消費者或企業端的真實獲利時，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警訊。我們必須很客觀地指出，如果這個高達1000億美金的循環經濟無法在短期內找到真實的商業落地模式，無法產生真正的正向現金流，那麼這個體系是極度不可持續的。業界甚至有非常悲觀的分析認為，或許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能會看到部分 AI 企業面臨破產危機，甚至迎來一場殘酷的市場崩盤。這真的不是危言聳聽，這是基於資本運作邏輯所做出的合理推演。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我們進入第3部分，醫療界的殘酷現實。我們要從華爾街的狂熱中抽身，回到真實世界來檢驗 AI。提到醫療 AI 的實際應用，我們不得不回顧一段非常經典的歷史發言。在2016年，被譽為 AI 教父的傑佛瑞·辛動對醫療產業做出了一個極度大膽的公開預言。他當時非常自信地表示，5年內我們就不再需要培訓放射科醫生了。在當年的時空背景下，這個推論聽起來是非常有道理的。因為放射科醫生的工作高度仰賴影像分析，而辨識像素、比對特徵，剛好就是深度學習與電腦視覺技術最強大、最拿手的領域。既然機器辨識影像的精準度已經開始超越人類的肉眼，那麼放射科醫生被全面取代，似乎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這個預言在當時的醫學界與科技界真的引發了極大的震撼與恐慌。但是殘酷的現實是什麼呢？5年過去了，我們直接拿全美最頂尖的醫療機構梅奧診所的內部實際數據來做個檢驗。根據統計，在2016年到2021年這段被預言會徹底失業的5年期間，梅奧診所的放射科醫生數量不但沒有歸零，反而大幅增加了55%，整個部門的編制甚至擴展到了400名專職醫師。這是一個直接打臉權威預測的鐵證。為什麼一個被公認最容易被演算法取代的職業，市場需求反而暴增了？原因很簡單，醫療的本質遠遠不只是單純的看圖說故事。真實的醫療現場充滿了複雜的變數，病人需要的是結合病史、家族基因、生活習慣的綜合診斷，而這些極度複雜的脈絡，絕對不是單一演算法能夠獨立完成的。所以，從放射科醫生的案例中，我們可以提煉出一個核心結論：人工智慧在現階段的本質是擴增，而不是取代。就連當年做出預言的 AI 教父本人，後來也修正了他的說法。AI 的導入其實是讓放射科醫生擁有了超級強大的輔助工具，讓他們能夠處理更海量的影像資料，快速篩選出高風險的病患，是極大的提升了整個醫療體系的運作效率。在全球面臨嚴重醫療人力短缺的今天，這無疑是一場及時雨。AI 分擔了繁瑣的重複性工作，讓人類醫生能夠將寶貴的時間與精力專注在更深度的病情分析以及無可取代的醫病溝通上。第4部分，真正的 AI 革命，既然戳破了全面取代人類的迷思，那 AI 到底在哪裡創造了真正的奇蹟？答案其實就在新藥開發這個領域。我們以 Google DeepMind 團隊所開發的 AlphaFold 為例，這才是一場貨真價實的科技革命。我們來對比一下傳統與現代的驚人差距。在過去傳統的藥物研發模式下，從一個概念的誕生，經歷無數次的臨床試驗，到最終能夠成為上市治療病患的藥物，平均需要耗費10到15年的漫長歲月，而且整體研發成本高達驚人的15億美金。這是一個極度消耗資源且失敗率極高的過程。但是現在，透過人工智慧對蛋白質折疊結構的精準預測與高速運算，我們可以將整個研發時程戲劇性的縮短到只要1到2年。而成本可是斷崖式地下滑到只需要幾百萬美金。這代表什麼？這代表着 AI 正在徹底民主化全球的醫療資源。那些過去因為研發成本太高而被大型藥廠無奈放棄的罕見疾病，現在終於有了重見曙光的機會。這才是 AI 真正改變世界的硬實力。
雖然 AI 在藥物研發與診斷輔助上表現得像個超人，但當我們把場景拉回手術室，情況又完全不同了。有一位在英國國民保健署服務了35年的資深外科醫師分享了他的觀點，我覺得非常發人深省。身為一個開了30多年刀的癌症專家，他明確指出，人類外科醫生的核心價值根本無法被演算法複製。為什麼？因為手術台上需要的是極度細微的臨床判斷力。當手術過程中突然發生嚴重的大出血或不可預期的併發症時，醫生需要在1秒鐘內做出決斷。更重要的是，外科領域有一句名言：最困難的不是決定何時動刀，而是知道何時應該對病人說不。除此之外，醫生與病患之間那種安撫的身體接觸、眼神的交流，以及在生死關頭所建立的情感連結，這些都是冰冷的科技與程式碼永遠無法理解，也絕對無法取代的人性溫度了。我們繼續聊下去進入第5部分，最終極的視野，讓我們跳出技術細節，重新思考人類與科技發展的終極目標。矽谷的科技巨頭們不斷地對我們洗腦，告訴我們 AGI 是一切問題的最終解答。但我們不禁要停下來反思，一個擁有通用之力的演算法，真的會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最終發明嗎？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明天我們透過一套專門針對醫療設計的 AI 協議，成功找到了治癒所有癌症的解藥，又或者我們利用 AI 突破了航太科技的瓶頸，成功讓人類成為可以殖民月球或火星的跨信系物種，借此挽救了因為氣候變遷而岌岌可危的地球。大家仔細想想，比起一個全能但定義始終模糊的 AGI， 治癒癌症或者是帶領人類走向宇宙，難道不是對全人類更有實質價值的終極成就嗎？ AGI 到底是一個我們必須達成的終極目標，還只是一種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的手段？這就帶我們完美地回到了節目一開始探討的核心概念——間斷平衡。其實大家必須認清一個客觀的事實 ：AGI 或者說整個人工智慧的技術突破，絕對不會是人類故事的最終章。它就跟當年的火、電力以及網際網絡一樣，只是我們漫長演化歷史上的一個標點符號，一個驚嘆號，或者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逗號。它的確大力推動了我們前進，但它本身並不是終點。在這場科技狂飆的進程中，人類必須也絕對會繼續保持在決策的迴圈之中，這也就是所謂的人類在環路內。這不僅僅是為了維持科技發展的正確方向與理智，更是為了確保這一切偉大的創新最終都是安全可控，並且真正服務於全人類福祉的。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第一，千萬不要被資本市場的 AGI 狂熱給迷惑了。目前高達1000億美金的循環生態充滿了不確定的風險。第二 ，AI 的本質是超級強大的擴增工具，它能將新藥開發的時間從15年縮短到2年，但它絕對無法取代人類在關鍵時刻的臨床判斷與情感共鳴。第三 ，AI 是人類演化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但它絕非終點，我們才是決定未來方向的掌舵者。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人工智慧是一場演化的間斷平衡，它極大地提升了我們的效率，例如大幅縮短新藥開發時間與成本，但它無法取代人類的同理心與複雜判斷力。AI 是人類最強大的協作工具，而非接班人，我們必須保持主導權，共同邁向更有價值的未來。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